这样的车呢？这很快。改款版的 Toyota GR Yaris 从315,600块起，但现在提供了 Automatic Gearbox 的自动挡版本，贵了1万块，从325,600块起。那如果是朗高域的价钱，大概是184,000。为什么？因为它是 CBU from Japan， 你买它进口过来就是要承受高昂的进口税，但也不是很高啦 ，compared to 那些 Supercar 等等。所以这个是改款版的 GR Yaris， 改了些什么东西？首先车头造型这边，它的 front 版本就分成了几个 part。方便在赛道的时候要进行快速的维修更换等等，这个也是聆听了广大 GR Yaris 的现有车主的一些反馈，让它更加容易的去保养这样子啦。再来，它的 Air Intake 也经过了设计，但比较大的变动就是在于它的车尾造型，因为车尾呢就拿掉了 Toyota 的 logo， 就采用一个算是贯穿式的 LED 造型这样子，所以整个车尾你比较容易一眼就看出哦，这个是改款版的 GR Yaris 吧。我个人还是比较prefer 看得到 Toyota 的圆形 logo， 这个有一点太 futuristic 了啦。把整体来讲，它的这个 recipe 是没有变的，同样是 1.5 litre 的 3-cylinder turbo 引擎，只是加大到300 PS 跟400牛车米的0到105.2秒。再来，它的 cooling system， 它的整个车子的刚性等等都有针对去加强，但更多改变的部分就是在驾驶舱的部分，从中控台到驾驶的坐姿，还有整个 setting 方面的人都会更加的 driver focused。所以今天这集，当然我们就是以一个比较轻松、比较怎么讲，比较情感面的、比较 emotion 的方式来介绍这个车子，而不是照本宣科去讲它的 spec 等等。因为我相信你会想要看 Toyota GR Yaris 的影片，你应该懂了，你要懂的东西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啦，对不对？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OK， 我们来看改款版的 GR Yaris 改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先start engine。给三缸就是会有这种启动车子时候的抖动。然后这一次的改款版 GR Yaris 显而易见的，整个中控台就用了有别于标准版 Yaris 的那个设计，也就是取消了悬浮式萤幕，整个 dashboard 调低50mm， 方便你在看 Apex， 方便你在入弯攻弯的时候，你知道前方的视线。再来，side mirror的位置也调高一点。因为它的 wheel arch 很大嘛，所以整个东西是重新的在调整，让到驾驶者能够更加专注在马路上面。然后方向盘的位置也更加的靠近驾驶者啦，然后座椅还可以继续往下调低25mm， 所以整个人可以做到更低更沉，看得更宽，看得更好。当然，因为这个是315,600块Toyota马来西亚官方引进的版本，所以你用价钱来看的话，全部都是 Toyota 一脉相传的这种 hard plastic 感，所以同样的价钱或者类似的价钱，你去买 Golf R、Golf GTI 肯定可以给到你一个更加 atas 的内饰，它给不到你啦。OK，is a GR。然后再来，我觉得比较有一点令我不是这么满意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consider full spec 的车啦，所以你看这边还有一大堆 MD button， 这个从日本版那边你看得到啦，有比如讲像 USB Type-C 的接口。不懂它放在passenger side这边呢，应该是放在这边的，所以这样子就会变成你的这个荧幕啊，这个唱机这边还有一个 Type-C 跟一个 Type-A 的接口。什么年代了？2025年还要把 USB 插在那个镀锭唱机里面，这个是我打不累了，我真的是接受不到这个东西啦。就315,000的东西是嘛？就这个东西给我啦，对不对？不要。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少掉那个东西，所以除此之外，其他东西像 IMT 啦、GR4 的模式啦、Drive Mode 啦，全部东西都是可以在这边调整，这个都是没有打折扣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上路去试驾这个 Toyota GR Yaris。Let's go。GR Yaris 采用18寸的 BBS 轻量化锻造轮圈 ，10 spoke 的设计搭配 Michelin Pilot 4S 的高性能轮胎，前面是4活塞刹车卡钳，搭配 356mm 的双片式滑线通风碟，后面是2个活塞卡钳，搭配 297mm 的滑线通风碟。然后前后 Torsen LSD 限滑差速器，配合 GR4 模式 ，Normal Mode 是60/40 ，Track Mode 30/70 ，Gravel Mode 53/47，能够将扭力更精准的分配给左右轮。
那跟那些用电子控制的 Golf R 不同 ，Tucson LSD 是纯机械齿轮结构，所以不是 Toyota 没有能力去做 ELSD， 而是 GR Yaris 是 Rally DNA Homologation 的 mindset。终于可以试驾到 Toyota GR Yaris， 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机会，Oh my god！ 经常都很多观众会问我说：“你的 dream car 是什么？你有没有梦想车？你试驾了这么多车，你最想要拥有的一台车是什么？”如果真的有梦想车，我觉得 GR Yaris 是我的梦想车。你没有办法想象到我对这台车子的热爱，我对这台车子的喜爱，或者说我跟这台车子的缘分，到底是你知道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情感啊 ？Stick shift， clutch pedal， stick shift。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 Toyota GR Yaris 呢？首先先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车子的一些规格啦。首先，它现在我开的这一台是 Toyota Malaysia UNW Toyota 进口的版本，它的售价是315,600块，这个就是 CBU from Japan。Of course， 它只有 CBU from Japan， 只是说改款版的 Toyota GR Yaris 就提供了 Automatic Gearbox 的版本，比这个稍微贵个1万块左右啦。那天我拿车，他们就问我你要 manual 还是要 auto。Come on 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要加 auto 啦。我知道有些人喜欢 auto 的 GR Yaris， 可是我觉得 manual gearbox 是 GR Yaris 的一个精髓。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GR Yaris 呢？因为你说动力吗？300 PS 400 Nm 0到100 5.2秒，电子限速大概230 km/h。不是这个重点，不是这个，因为你讲今时今日 ，OK， 以前你说你要买到一个 hot hatch， 因为你可能有200匹，你可能有250匹、300匹，所以你只可以在 hot hatch 上面获得这种随传随到的动力，但重点是这个动力是由你来掌控，由你来操控，你去踩下你的 clutch pedal， 你自己去降档，自己去升档。我觉得电动车将会全面替代掉传统的燃油车，但是只有 manual， 只有手牙手排的车子，这个驾驶体验是电动车无论给你800匹、900匹、1000匹都取代不了的加速感。Sport Mode。动力快的车子很多，但是可以做到客位只有1300多公斤啊！而且它是 GR4 4轮驱动，你看很 smooth， 好像很厉害，退档这样是不是？因为它有 ILMT Auto Blip 自动补油的系统，所以有 Rev Matching 啦，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档位升档降档，它都可以自动给你补油，去让到整个过程更加的 smooth。你知道在 JDM 的文化里面啊，价位差不多啦，还面200千到300-400千之间。有些人喜欢Mazda MX-5， 有些人喜欢 Toyota GR86， 有些人喜欢 Toyota GR Supra， 或者有些人喜欢 Honda 的这个 FL5， 有些人喜欢，你知道吗？各种不同的 Powertrain。我觉得 GR Yaris 是我最喜欢，我最想要。大家都知道这个 Toyota GR Yaris， 它的 base car 是 Toyota XP210 的 Yaris， which 我之前在日本的
真名山，也就是臭名山上面试驾过那一台 Toyota XP210 的 Yaris， 但它不是把那个 Yaris 换了一个 1.6L 的 3-cylinder turbo 引擎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它整个车体可以说是前面是 TNGA B， 后面是 TNGA C， 它是一个 WRC 来针对 WRC DNA 来 homologation 做的一个东西啦。那关于 GR Yaris 的故事要追溯到2015到2016年 ，Toyota 时隔18年重返 WRC， 受老板丰田章男亲自下令，我们不只是要参赛，我们要赢。但问题来了，当时候的规则要求要比赛，你必须要先量产一台跟赛车血统一致的试售车，也就是所谓的 Homologation Special。那后来 Toyota 的工程师发现我们的普通版 Yaris 太小太软，所以他们干脆自己造一台，从零开始打造一台3门的小钢炮，于是 GR Yaris 就诞生了。但是就在 Toyota 全力投入研发、投入资金计划量产25000台的时候， FIA 在2021年把规则改掉，说新的 WRC Rally 1允许车队用 Tubular Space Frame 的管状车架，也就是说赛车可以跟试售车完全不一样。说换句话说 GR Yaris 本来应该是参赛的门票，最后却变成了多出来的产物。Toyota 造出了一台根本不需要存在的车，它现在已经从原定量产25000台到现在卖了超过4万台，而且有一半的销量来自欧洲市场。你看我现在开的这一台 GR Yaris， 它的这个车顶是 carbon fiber roofed， 然后它的 bonnet 后车尾门板跟4个 door skin， 没有4个，2个 door skin 都是 aluminium 铝合金，加上这个是18寸的 BBS forged wheel 锻造轮圈，所以整个车子就是尽可能的让它去轻量化。Ready go。Over here. 6 gear。 So 你知道今时今日的车子，他们已经不只是要针对越野啦、rally 啦、赛道啦，他们也要针对长途行驶，所以它要给你6 gear。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你开着 Toyota GR Yaris third gear and fourth gear 就是这样子罢了，连5号牙你都很少用到，你在3档、4档、3档、4档、3档、4档之间来回。那因为这是一具 1.6L 的 3-cylinder turbo 引擎，所以你 not supposed to high rev 拉到它的红线是7000多转啊，7000转，然后差不多到6500之后就是黄线了。But 你就是一直情不自禁的想要去 high rev 它。你看我现在在 6 gear， 我倒去 5th gear， RPM 4000多转。你说 Toyota GR Yaris 有缺点吗？它为什么会有缺点？你知道吗？你选择这台车子，你就已经知道它是这么跳，它是这么 basic 养肝烟佛，300多千、315千、600块 ，come on 啦，你可以买 Lexus 对不对？你要极舒服的 Lexus 你都买得到，你要的就是这种纯粹感、这种暴力感、这种很跳的感觉。所以它的 Eco Mode、Normal Mode、Sport Mode 只是调整了它的 Throttle Response 跟它的 Steering 的 Feel， 所以真的是调整改变驾驶的就是它的这个 Track Mode、Normal Mode 跟 Gravel Mode。所以 Gravel Mode 的话就会给你怎么讲比较平均接近50-50的这个扭力分配啦。一般上我们在 Highway just back to Normal Mode 加速。你真的没有办法慢慢开，你真的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开这个车子。这个车子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用一般平时驾车的方式去介绍它，你就是很享受
每一秒从你启动引擎那个三缸引擎强大的抖动，咕咕咕这样子开始。从那一个开始，你知道我上路我就是要 fight， 我就是要拼，我就是要搏，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种 character。每一处了，你的腰、你的身体、你的脊椎、你的手、你的左脚板、你的右脚板、你的左手、右手，整个人就是跟机械好像有一个钢弹，就是怎么讲，你的人在操纵那个钢弹这样子坐在上面的，你挥一点，那个钢弹就挥一点，这种感觉。延伸啊，它已经是你整个人、你的四肢、头脑的一种延伸，它让你 feel 到你在操控它，而不是那个车子在操控你。我必须很老实的讲，我自己，你问我 Daily Drive EV is the best， 但是你加 EV 加久，再快的 EV、再泛的 EV、再好玩的 EV， 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开电动车，更多时候是那个车在开你，不是你在开它。Sorry，let's go。这个 GR 的横向移动流啊，因为轴距短，你知道吗？而且在 track mode 的时候啊，当它入弯的时候，可以用60% 的 front torque 入弯，然后在你出弯的时候，它可以将70% 的动力输往后轮 ，push all the way out， 哈哈哈，呜呼 ，Oh my god！ 我觉得我整个人活过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一种这么这么有趣、这么善于跟人沟通的一台车子啊！我开过很多很大马力的车子，但是那一种是你真的需要时间去1圈、2圈、3圈去抓到。可是 GR Yaris 没有，哪怕你是一个再对汽车不熟悉的人，只要你一掌握了最基本你要知道美牛怎么加啦，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冲，想要去闯。年轻啊，你整个人活回来了嘛，你的整个肾上腺素飙升了。我必须讲，我就是很享受在开车，我甚至都不想要讲 video 了。等等，你会介绍吗？等下到那个地方先。哦，到那个地方啊。我有带我自己的相机。哦，你也会拍啊？是咩？你喜欢这样的车还是喜欢 EV 卡？这样的车。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车呢？这很快。啊 ？EV 也是很快吗？不是，我只是我们就要更好了，对吧？我怎么变？那个爸爸，手这个棒。昨天11点下雨。昨天下雨啊。这个牛拿掉，这个牛拿掉了，爸爸。拿掉了啊。你要讲这个车好不好？喜欢 Yaris 吗？喜欢。对，下车。上来高高看坦大。